印刷电路板简称 PCB， 是一种以类似印刷方式制造的电路板，常见于各种电子设备器材中，主要是用来将电路组装所需的各式电子零件固定住，并在零件之间以一条条粗细不同的铜导线连接起来，让电流可以在不同的零件之间流通。印刷电路板根据层数的分类，大致上分成单面板、双面板及多层板三种。使用的基板材料常见的有电木板及玻璃纤维板 FRP。使用印刷电路板的优点有：可大量生产，减少电路板制作时间，降低成本，减少人为装配错误，节省检修时间。高密度化可减少电路板面积，电路品质容易掌握，电路板美观又耐用。印刷电路板的种类：单面板，又称单层板，如图为玻璃纤维单面印刷电路板。单面板因为只有一面有铜箔，所以直插元件都组装在没有铜箔的那一面，称为元件面。而表面连着元件 SMD、 电路布线、焊盘则集中在有铜箔的那一面，称为铜箔面。单面板因为能容纳的电路布线较少，在目前的电子产品已较少使用。在印刷电路板上常见到的电子元件封装，主要分成直插式与表面连着式。直插式元件体积较大，要安装在电路板时，必须先进行钻孔，再插入元件，才能完成焊接及剪角，安装成本较高。表面连着式元件又称为贴片式元件，其体积小，而且安装在电路板时不需钻孔即可完成焊接，也不需剪角，所以安装成本低。如图是直插式与表面连着式元件的外观比较。双面板，如图为玻璃纤维双面印刷电路板。双面板因为两面都有铜箔，所以直插元件 SMD 及焊盘、布线都可在任何一面，但是一般都会将直插元件 SMD 及焊盘、电路布线、印刷文字集中在同一面，此面即为元件面，另一面则只有焊盘及布线，此面即为铜箔面。双面板为了让元件面与铜箔面的电路布线能够连接在一起，所以必须在连接处钻孔，并且在钻孔的表面镀上一层铜导电金属，这种孔我们称为通孔，简称 PTH。多层板，在较复杂的应用时，可以在多片双面板的正反两面制作所需的电路，然后在两片双面板间夹一层塑胶的绝缘层，并压连在一起，层与层间透过部件导通孔连通电路，此即为多层板。常见的多层板有4层、6层、8层，电路复杂度高的甚至可达10层以上。如图为多层板的制作概念。多层板为了配合层与层之间的电气连通状况，并且减少电路板空间的浪费，所以在导通孔部分有多种做法，分别为通孔、盲孔及埋孔。我们可以透过这一片有顶层、中间层2层、底层的4层板来了解这3种导通孔的不同。首先介绍的是通孔，从底层贯通到顶层，再加以电镀而成，如图中的 H。 再接着介绍盲孔，从最外层、顶层或底层电镀连通邻近的内层，例如图中的盲孔 F 是将底层与中间的2层电路层电镀连通，与顶层并不连通。最后介绍埋孔，将内部任意电路层电镀连通，
但未连通至外层，例如图中的霾孔 I， 只将内部2层中间层电镀连通，但跟顶层与底层并未连通。2. 感光电路板对于学生或爱好电子制作的创客而言，想要制作印刷电路板的最佳方式就是利用市售的感光电路板。感光电路板的种类共有： 1. 电幕单面板 PP， 2. 玻纤单面板 GS， 3. 玻纤双面板 GD。 如图为单面感光电路板的结构，这是在一个玻璃纤维板上面连贴上一层铜箔，然后在铜箔面上再涂抹上一层绿色的感光膜而成。市售的感光电路板的规格大多为 165mm 乘以114mm， 如图所示。如果需要大尺寸的规格，就需要定制。3. 印刷电路板的自制流程。印刷电路板的自制流程如图所示，从确认零件外观与尺寸开始，到电路图绘制，确认电路板外观与尺寸，电路布局、电路布线、电路板 3D 图检视、产出底片或胳膊档。这里所提到胳膊档是一种用于描述印刷电路板图像的2维向量图档。接着是感光电路板的曝光、显像、蚀刻、钻孔、零件组装、零件焊接、功能测试与调整等。完成图中的01到07的步骤后，若是有经费预算，也可以将胳膊档、钻孔文件和装配文件等档案交给专业的 PCB 板厂制作电路板样品，省略步骤08到11。待 PCB 板厂交回电路板样品后，再完成步骤12到14。图中的流程可能会因电路的功能不完整或错误而需重复好几回，直到电路功能确认无误才会结束。此时即可视所需数量进行量产。了解印刷电路板的种类及制作流程之后，在下一节我们将介绍如何进行 KiCad 的下载与安装。